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圆儿的方程。那什么是圆儿呢？圆儿是到定点的距离固定等于一段长度，那样的点有无数个，那样的点的轨迹就是圆儿。好，我们要研究圆儿的方程，我们就要建立直角坐标系啊。首先我建立直角坐标系，比如说圆心就在坐标原点，那么凡是到定点到原点的距离固定等于 r 这样长的点有无数个，这样的点的集合，这样的点的轨迹，它就是圆儿。所有这个圆周上的点都做到了到原点的距离固定就等于 r 这样长。那么我们怎么来求圆的方程呢？那就是圆上的任意的一个点，它的坐标都满足的方程就是圆的方程，和求直线的方程是一样的。所以我就设圆上任意一点 M， 它的坐标是 x、y， 这是圆上任意的一点，它代表所有的点。那么这对坐标所满足的方程就是圆上所有的点满足的方程，就是这个圆儿所对应的方程。好，那么我们知道 MO 它是等于 r 的，到原点的距离固定就等于 r。MO 是两点间的距离，所以是 x 减0的平方就是 x 方，加上 y 减0的平方，两点间距离公式我们在讲直线的时候说过了，等于 r， 所以呢 x 方加 y 方就等于 r 方。那么这个方程就是圆心在坐标原点，半径等于 r 的圆的方程。那圆心一定要在坐标原点吗？当然不一定啊，所以我们要继续研究，如果圆心不在坐标原点，它在坐标平面内任意的一个位置，那么那样的圆的方程是什么？好，我建立直角坐标系，我可以在坐标平面内随便的找一个点，比如说我就找在这儿，这点的坐标是 A 到 B， 我以它为圆心做了一个圆儿啊。那么圆周上的点满足到定点，比如说它叫点 C， 这是圆上任意的一个点，点 M， 它是圆上所有的点，它是当中任意的一个，它到 C 的距离是一个定长，固定就等于 r。那么这样的点的轨迹也是圆儿啊，圆心不在坐标原点，它满足的等式呢就是 MC 的长固定就等于 r。MC 两点间的距离，所以是 x 减 a 的平方加上 y 减 b 括号的平方等于 r。于是我们就得到 x 减 a 的平方加上 y 减 b 的平方等于 r 方。这个是圆心，你看在 A 到 B 啊，这对坐标所确定的点，圆心在 A 到 B， 半径等于 r 的这样的圆的方程。好，这是圆的方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做几个题，消化一下这个知识点。好，我们看例题一。例题一呢，它说的是半径等于1，圆心在第一象限，并且与直线 4x 减 3y 等于0和 x 轴都相切的这个圆儿。题中一让我求圆的方程，我立刻就想到我要找圆心，我要找半径。半径已经给我了，半径 r 已经等于1了。那么圆心呢？根据题中所说的，我要画一下图。我在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一定要找这个题当中最突出的特征。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相切，既跟 x 轴相切，又和这条直线相切。这条直线呢 ，3y 等于 4x，y 等于4/4x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条直线。那么圆儿呢，和直线和 x 轴都相切，和 x 轴相切。那么就意味着你的圆心啊，比如说我的圆心是 A 到 B，
和 x 轴相切，切点是它。这段小线段垂直于 x 轴，而且它还是半径，那就说明它的半径就等于这个 b， 等于它的纵坐标 b， 所以 b 就等于1啊。圆心的纵坐标就被我们找到了。那圆心的横坐标呢？你还和这条直线相切了呀。只要提到直线和圆相切，那你看连接圆心和切点，这个半径和切线是垂直的，所以呢，点到直线的距离恰好等于半径。那么圆心的坐标是 a 逗1，它到直线一般是4x 减 3y 等于0，到它因为是相切嘛，这个切点既在直线上也在圆上，连接圆心和切点它是半径。而且呢，根据我们初中所学过的知识，连接圆心和切点的这个半径一定是和切线垂直的，所以它到它的距离恰为半径。你看等式就出来了，所以半径是1嘛，它就等于根号下 a 方加 b 方4的平方加3的平方，把这轮坐标带进去。4a 减3的绝对值，所以呢，41、16它是推出5等于4a 减3的绝对值。那么4a 减3要么就等于5，或者4a 减3它等于-5，所以 a 呀，我即将求出2个值。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他要告诉我圆心在第一象限呢？它就是让我做一个取舍。3移过去，4a 等于8，a 就等于2，或者4a 等于-2，a 就等于负的2/4，负的1/2。由于我的圆心是在第一象限的，所以我圆心的坐标一定都是正的。a 等于负的1/2，我们就舍掉了。a 等于2啊，圆心的坐标就是2逗1，我又有圆心又有半径，所以圆的方程为我们刚刚学的圆的方程 x 减2括号的平方加上 y 减1括号的平方等于1。好，圆的方程我们就求完了。你要求谁啊？你就知道你需要什么。我求圆的方程，我就需要圆心和半径，那么我就找圆心，找半径。然后我在读题的过程当中怎么切入呢？找突出的特征。好，这是第一道题。我们再看一道题。我们看下一道题。下一道题是过点 AB 圆心在这样的一条直线上的圆的方程。好，我用不用间隙呢？不用，间隙浪费时间，我们就先画示意图啊。一个圆经过了2个点，好吧？我随便的画一个圆，比如说它经过了这样的2个点。那我就知道了，连接 AB， 我的圆心一定在这个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。常识我们就知道这些，它一定在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，而且圆心还在 x 加 y， 这个第二题是 x 加 y 减2，x 加 y 减2等于0的这条直线上。圆心既在线段 AB 的垂直平分线上，还在另一条直线上。显然，这2条直线一连立啊，它们的交点就是圆心。好吧，分析清楚了之后，点 A 的坐标是1逗-1，点 B 的坐标是-1逗1。我想求这条直线，这条直线叫 L， 那它的方程。它跟 AB 是互相垂直的，所以我先求 AB 这条直线的斜率，纵坐标之差1减-1，横坐标之差-1减1，1减-1，1加1是2，这是-2，它的斜率是-1，
显然呢 ，L 直线跟它垂直 ，L 直线的斜率就是正一，是它的负倒数。那么 L 直线过谁了呢？过 AB 线段的中点，1/2加-1是0，0/2，它就是0。纵坐标呢，2/-1加1，它也是0。所以呢，我这条 L 直线它是恰好过坐标原点的，所以这条直线斜率还等于1，还经过坐标原点，那么它就是1,3象限的角分线 y 等于 x。圆心既在 y 等于 x 上，圆心还在已知的直线上 x 加 y 减2等于0，那么这两条直线的交点当然就是圆心了。所以把 y 小 y 往这里带，2x 等于2，x 就等于1，显然 y 也是等于1的，所以圆心的坐标就是1逗1。半径呢？因为我经过 A 和 B 这两个点 ，A 和 B 在圆上，圆心到圆上的点，它的距离就是半径。所以呢，这个圆心我把它叫做西西的坐标是1逗1，它和 A 之间的距离就是半径，所以 AC 它就是半径，它就等于根号下横坐标直差1减1 0的平方加上1减-1 1加1 2的平方，所以半径是等于2的。那么圆的方程呢？我又有圆心，我又有半径，圆的方程就是 x 减1的平方加上 y 减1的平方等于2的平方，2是2，所以它就等于4。那这道题我们看应该选啥呢？当然就选 A。好，我们再做一道题直到把它熟悉了、消化掉为止。接下来我们看第3题。第3题呢是圆心在直线 x 减 2y 等于0上。好，这里边我要说一下，当一个点它在某条直线或者某条曲线上的时候，因为点的坐标就会满足这个直线的方程或者曲线的方程。为了减少我设的未知数，所以我在设坐标的时候呢，我就设出其中的一个坐标，要么横坐标，要么纵坐标。因为坐标是满足方程的，我就可以用方程来表达另一个坐标。这样的话呢，未知数就少一点。所以这条直线呢，它就是 y 等于 2y， 我写成这个方式比较好看。既然我的圆心在这条直线上，所以我就设圆心的坐标，设谁呢？我尽量不出现分数，所以我设纵坐标。纵坐标是 b 横坐标，把 b 往这里一带，横坐标就是 2b， 看看是不是干净整齐？好，圆心我就找到了。那么我要求圆的方程，我就是需要圆心和半径。怎么来找半径呢？我们接着读题那么圆心在这条直线上的圆和 y 轴的正半轴相切，和 x 轴所截得的弦的长是2倍根号3。什么意思呢？这里边呢有一个关键字我们就看它的特征，一个是相切，一个是截得的弦长。为什么要给我相切呢？而且是跟 y 轴的正半轴相切。好，这条直线呢是 y 等于1/2x， 它是这样的一条直线。如果你的圆心在第一象限的这部分上，这部分直线在这儿，那么和 y 轴相切，它向 y 轴做垂线，这段线段显然就是半径，相切嘛。然后呢，我画出来的这个圆儿是这个样子的，它和 x 轴相交，被 x 轴就截得一段弦。和 x 轴的两个交点分别叫做点 A 和点 B。那有的同学说，老师，你不能圆心在这儿吗？你跟 y 轴相切，你这样画圆不也可以吗？这个为啥不可以？因为相切没有切在正半轴，它是切在负半轴了，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是舍掉的。好，接下来看，
那么相切体现了啥呢？这个是圆心，圆心的坐标不是2b 都 b 吗？又有圆心又有弦，我当然要经过圆心向弦做垂线了。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学过垂径定理，经过圆心向圆做垂线，它一定平分这段弦，而且如果你做的是直线，它还平分这段弦所对的这2段弧。当然我们用不上啊，我只需要做垂线，垂直于弦，整个弦长是2倍根号3，把它平分了，那么半个弦长就是根号3。然后呢，它叫圆西，这个圆心用西来表示，我连接西 A， 西 A 显然也是半径。那么由于是相切的啊，我向 Y 轴做垂线，它恰好是半径，它半径恰好和我圆心的横坐标是一边大的，所以 r 是等于 2b 的。我又经过圆心做 x 轴的垂线，哎，我的圆心的纵坐标啊，我圆心的纵坐标它恰好是 b 嘛，所以它到 x 轴的距离恰好是 b。那么在这个 RT 三角形当中啊，斜边呢是半径，所以我们就找到了等量的关系，半径的平方是等于其他2条直角边的平方和 b 方加根号3的平方，而 r 是 2b，r 方呢它是 2b 括号的平方，你看 b 的方程我们就找到了，因为我圆心和这个 b 也有关啊。我这个半径和这个字母 b 也有关，我把 b 找到了，我就会知道圆心和半径，马上就可以写出圆的方程。所以 4b 的平方就等于 b 方加3，3b 方是等于3的 b 方等于1，b 是等于正负1的。要正一还是要负1呢？当然要正一，因为它和 y 轴的正半轴相交了，它落在这条直线上，这种情况省掉。所以 b 呢，我们只要正一，这个时候圆心显然就是2逗1，半径呢是 2b， 半径是2，所以圆的方程 x 减 a，x 减2的平方加上 y 减1括号的平方就等于2方等于4。所以这条直线的方程我们就写完了啊，要注意有取舍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一道题比一道题稍微复杂一点点，我们把这几个题都做完了之后，你的经验就比较丰富了，再求圆的方程啊，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下一个题。下一个题，已知直线 x 3x 加4y 减4是等于0的，与这个圆儿相切于点 T， 直线跟圆儿相切了。不但知道相切，连切点我们都知道了。那我就画一个示意图吧。这条直线我随便的画啊。画示意图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省时间，你只要搞清线和圆儿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够了，不用画得很精准。我随便的画了一条直线，比如说它就是 3x 加上 4y 减4等于0，这是一个圆儿。圆儿和这条直线是相切的，而且切点都给我了，切点是 T， 它的坐标是0逗1。那么很显然啊，这是圆心，圆心和切点的连线，它一定是跟已知的直线垂直的。已知的直线，它的斜率是什么呀？4y 是等于负 3x， 把它俩移过去，加上4y 是等于负的3/4x 加1，它的斜率 k 是等于负的3/4。我这条直线呢？我这条直线，它的斜率把它叫做直线 L、KL， 它俩互相垂直，斜率是互为辅导数，所以是4/3。那么我圆心就在这 L 直线上啊，
我又有斜率又有点，所以 L 的方程我们马上就能写出来点斜式。y 减1等于 k 倍的4/3倍的 x 减0就是 x， 所以 y 就等于4/4x 加1，这是这条直线和切线垂直经过切点的这条直线，我的圆心就在这条直线上。因为你让我求圆的方程，我就想找圆心和半径，圆心还在已知的直线上，显然x 减 y 等于0。那么圆心既在这条直线也在这条直线上，它们俩联立方程组，它俩的交点的坐标就是我圆心的坐标。那么它就变成了 y 等于 x， 带到这里边来消圆，消谁呢？消 y。得x 等于4/4x 加1， 3x 就等于4x 加3，把它移过去就变成 x， 然后 x 就等于-3， y 等于 x，y 也是等于-3的，所以我圆心的坐标就求出来了，-3到-3。半径呢？圆心的坐标是-3到-3。它到切点之间的距离当然就是半径了。你愿意用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它也是半径；你用两点间的距离公式也可以，它也是半径，随便。所以呢，我就求两点间的距离吧。比如说我这个圆儿叫圆C，你看这一点叫 C， 圆心是 C， 半径它就等于 CT。它就等于根号下-3减0括号的平方，就是-3的平方，加上-3减1括号的平方，所以它是3×3得9，这是4×4=16， 25，所以半径就是5。所以圆的方程就是 x 减-3，x 加3括号的平方，加上 y 减-3，y 加3括号的平方等于2方。等于25。好，我们看是选啥呢？当然就选 B。是选的和 B 是不一样的。我们选的这个稍稍有点不太清楚，这是减，这是加，只有那个的是 x 加3的平方加上 y 加3的平方，所以我们要选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。下一个题，下一个题，我们快点读题。下一个题呢？它是已知直线 L1 和 L2 都和圆相切点2到2还在圆 M 上，让我求圆 M 的方程，它依然是让我求圆的方程，我当然还是需要圆心和半径。这两条直线我在读题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都是 2x 加 y，2x 加 y。那么这两条直线的关系我就发现了，原来 L1 是平行于 L2 的。那我这个圆呢和这两条直线都相切，显然我这个圆就是夹在两条平行线之间的一个圆。那么这两条平行线呢，大概是 L1， 这个是 L2， 我的这个圆呢是跟它们俩都相切，我的圆心到这两条平行线的距离是一样大的，都是半径。这个圆夹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知道什么呀？知道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恰好是直径。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能求吗？当然了。所以 L1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，两平行线间的距离恰为直径
直径就是2r呗，半径用r来表示，所以 2r 就等于根号下 a 方加 b 方2方加1的平方，然后是-1减-2负6减4的绝对值。负6减4这是负10，绝对值就是10，所以 r 就等于根号2的4 5分之两边同时除以2，这就是5，乘以根号5乘以根号5，有理化，它和5约了，所以半径我们就找到了。半径找到了之后，我还需要圆心，圆心在哪里呢？这道题就要用到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知识点啊！我的圆心，无论我这个圆儿怎么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移动，我的圆心一定都在和这两条线都平行，到这两条平行线的谁的距离都一样大，位于它俩中间的这条直线上。那么这条直线怎么求了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前半部分都是一样的，都是 2x 加 y 呀，所以中间的这条直线就是2x 加 y 不动，那么它的这个常数应该是谁呢？是它们俩的常数的和除以2，负6加4是负2，负6加4这是负2，负2除以2。它是负1，所以它就在 2x 加 y 减1等于0的这条直线上，我的圆心就在这条直线上。好了，你看点 M 还在这个圆上，让我求圆的方程，我圆心是在这儿的，那么我设圆心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变成 y 等于1减 2x。既然我圆心在这条直线上，所以我就设圆心的坐标为谁呢？是横坐标，是横坐标为 a， 带到这里来，纵坐标就是1减 2a 了。圆心设完了，我需要把 a 求出来，怎么办呢？你那个点2逗2不是在圆上吗？所以我圆心和它之间的距离圆心是 m。和它之间的距离不就是半径吗？半径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半径是根号5，于是根号5就等于圆心和已知的圆上的这个点，它们俩之间的距离，那就是 a 减2括号的平方加上1减 2a 再减2括号的平方，也就是5等于 a 方减去 4a 加4加上，这是负 2a 减1，其实就变成了 2a 加1括号的平方 2a 加1括号的平方，因为负 2a 减1都有符号提出来，有平方就不要了，它就是 4a 的平方加上 4a 再加1，负 4a 正 4a 约了，它们俩一相加 5a 的平方，所以5就等于 5a 的平方加上5，把5移过来， 5a 的平方等于0， a 就等于0， a 等于0带到这里来，那么1减0它就是1，所以圆心我们就找到了，它是0逗1。我现在又知道圆心，又知道半径，于是呢，圆的方程 x 减0括号的平方加上 y 减1括号的平方等于2方，所以我求出来的圆的方程就是 x 方加上 y 减1的方等于5。好，我们现在做到这儿，圆的方程我们就彻底消化掉了。那么下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圆的另一个方程。我们把今天学的圆的方程 x 减 a 的方加上 y 减 b 的方等于2方，我们把它叫做标准方程。下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讲圆的一般方程。好，下节课我们再继续。